故事发生在1875年，那是一个温暖的8月清晨，人们有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一艘名为罗莎贝尔号的纵帆船，船身长达100英尺，在距离密尔沃基仅40英里的海面上被发现。它底朝天漂浮着，一支救援队伍迅速冲向这艘船，满心担忧船员们可能仍被困其中，生命岌岌可危。然而，船上却不见任何人的踪迹。当这艘船起航穿越密歇根湖时，船上原本的10名船员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船只几乎完好无损，起航当天天气晴朗，在周边水域也找不到船员的任何踪迹，就好像他们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能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当时盛行的一种说法是船可能遭遇了某种碰撞，但海岸警卫队认定这不可能。也有人猜测，也许是船在更东边遭遇了风暴，但这种说法似乎也存在争议。罗莎贝尔号依旧状况良好，船上装载的木材货物也都还在，于是人们简单记录后就将它拖回了码头。很快，它又重新投入使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1921年10月30日，在那场近50年前发生的悲剧之后，罗斯福号早已成为密歇根湖水域的常见船只，期间再未出过任何问题。直到那一天，船长埃德·约翰逊显然是从睡梦中惊醒，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本应指挥这艘船出航，但在梦中，他看到了罗斯福号的悲惨结局。这个梦着实让他惊恐万分，这绝不是因为即将出航而产生的紧张不安。他真心认为这是某种预兆，他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拒绝踏上这艘船。第二天，罗斯福号同样被发现底朝天漂浮在水面上。这一次船身有损坏，但并没有碰撞报告，也没有发现可能与之相撞的另一艘船。而且与多年前的诡异情形惊人相似，船上船员不见踪影。这是一场悲剧，不过是航海中完全可能发生的巧合，对吧？也许并非如此。当你了解密歇根湖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后，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给自己倒杯热饮，关上灯，找个舒适的地方坐好。距离我们上次深入探索那些超乎寻常的神秘之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闹鬼的灯塔到幽灵船，从离奇失踪的人到海上和空中的灾难，当然还有史上被广泛报道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之一——密歇根湖的黑暗秘密，这里应有尽有。对于那些不太熟悉的人来说，称密歇根湖为湖，从技术层面讲没错，但这根本无法体现它的规模。这可是北美5大湖之一，面积超过 2.2 万平方英里，4个不同的州沿着它的湖岸分布。数百年来，它一直是众多船只的重要贸易航线。在这里航行环境极其恶劣，尤其是在过去。但多年来，这片湖吞噬的船只数量之多，要细讲发生过的各种灾难，恐怕得花上好几个小时。但咱们还是来聊聊其中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密歇根湖上有众多船只失踪。而问题在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断看到他们的身影。格里芬号常被认为是第一艘沦为密歇根湖诅咒牺牲品的船只。这艘船重45吨，1679年在伊利湖建造。同年8月，它起航前往格林湾，在那里刚刚装载了毛皮，然后驶向尼亚加拉。但它却没能抵达，船只及其船员也从此踪迹全无。多年来，传言自然是四处流传。人们发现了一位灯塔看守人的报告，他声称在湖边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群挤在一起的骷髅，他认为这些可能是格里芬号的船员。还有个故事说，一群美洲原住民偶然遇到了这艘船的船员，并警告他们即将遭遇一场特别恶劣的风暴。但船长无视了部落的警告，还是驶入了风暴之中，从此再无音讯。也有人指控船员发生了哗变，为了独吞珍贵的毛皮而背叛了船长。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些人似乎都没有在当地再次露面。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水手都报告说，在深夜看到一艘与格里芬号描述相符的船在水面上行驶。有些人甚至声称，当他们试图靠近时，那艘船就突然消失了。格里芬号远不是唯一一艘在密歇根湖遭遇厄运的船只，也远不是唯一一艘被报告再次出现的船只。查克拉号就是这样一艘船，它是一艘217英尺长的木质汽船，于1895年失踪。人们发现了这艘船的残骸，甚至还有几封装在瓶子里的信息被冲上了海滩，显然是在讲述这艘船所遭遇的困境。但同样，整艘沉船没有被找到，船员也不见踪影。关于这艘船的故事有一个极其离奇的细节。
就像罗斯福号的船长一样，查克拉号的船长那天也对这次航行忧心忡忡，因为有个不祥之兆涉及船上的职员詹姆斯·尔克拉克。克拉克当时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的朋友射杀了一只落在船上的鸭子，这被视为可能带来厄运的行为。当然，这只是迷信，但也许那只鸭子的死亡不仅导致了船只的悲惨结局，也许还得归咎于查克拉号在失踪后的岁月里也被人看到在湖面上无声的滑行。然而，这些幽灵船似乎不只是悲惨过往的幻影。有人报告说，他们不仅与这些船有过接触，更令人不安的是，还与船上的船员有过互动。有一个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发生在1969年，当时一位名叫丹尼斯·海恩斯的渔民正在密歇根湖捕鱼。那是一个阴沉的日子，浓雾笼罩着湖面，海恩斯独自一人在船上进行例行的捕鱼作业。突然，在这片寂静的湖面上，他注意到远处有另一艘船朝他驶来，船只的轮廓在浓雾中若隐若现。当那艘船慢慢靠近时，海恩斯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奇怪细节。首先，那艘船看起来很古老，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产物，船体的设计和材质都显得非常陈旧。更令人不安的是，船上的人员似乎都穿着过时的服装，那种款式至少是几十年前的。当那艘船经过时，船上的一个人挥手示意，海恩斯出于礼貌也挥手回应。但当他仔细观察时，一股寒意瞬间涌上心头，他意识到那个人的脸色苍白的不正常，皮肤呈现出一种死灰色，眼神空洞无神，仿佛透过他在看向别的什么地方。那种眼神让海恩斯感到极度的恐惧和不安。海恩斯后来描述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那个人身上散发出一种超越物理世界的诡异气息。更令人恐惧的是，当他感到心中恐惧，转身想要逃离时，再次寻找那艘船时，他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连一丝波纹都没有留下。海恩斯坚持认为自己绝对没有幻觉，他清楚地看到了那艘船和船上的人员，那种真实感让他至今难忘。类似的超自然遭遇在密歇根湖周围不断被报告。有经验丰富的渔民声称看到幽灵船员在月圆之夜在湖面上行走，他们的身影半透明，步履轻盈地在水面上移动，仿佛湖水对他们来说只是坚实的地面。也有人报告说，听到来自空无一人的船只的呼救声，那些声音在夜晚的湖面上回荡，听起来既绝望又凄凉。这些现象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密歇根湖是否真的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所诅咒。除了幽灵船和失踪船员的恐怖故事外，密歇根湖还以其令人困惑的自然现象而闻名于世。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令科学家困惑的是所谓的湖水沸腾现象。这种现象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初期，当时有船员报告说，看到大片湖水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剧烈翻滚冒泡，场面极其壮观又令人恐惧。这种神秘现象通常发生在天气平静的时候，没有任何明显的外部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湖水会突然变得如此剧烈。目击者详细描述说，沸腾的区域通常直径达数百英尺，有时甚至更大。翻滚的湖水伴随着巨大的响声，持续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沸腾停止后，水面会立即恢复完全的平静，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连一丝涟漪都找不到。多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包括地下气体的突然释放、水温差异造成的强烈对流，以及湖底地质活动引起的扰动。然而，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至今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完全解释所有观察到的特征和细节。有些研究人员甚至开始怀疑，这种现象可能与湖底的某种未知活动有关，或者涉及我们尚未理解的自然力量。密歇根湖的另一个令人困惑且难以解释的现象是所谓的时间扭曲事件。有多位经验丰富的船员和专业飞行员报告说，在经过湖上某些特定区域时，他们的时间感知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经历让他们深感困扰和不解。有些人声称，看似只过了几分钟的航行，当他们检查时间时，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另一些人则报告完全相反的情况，原本需要长时间的航行，在他们的感知中似乎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最著名也最有说服力的时间扭曲事件发生在1975年，当时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越密歇根湖时遇到了完全无法解释的奇怪情况。
飞行员汤姆·威尔逊是一位有着20多年飞行经验的资深飞行员。他后来回忆说，他原本计划进行一次标准的横跨湖泊的飞行，根据飞行距离和正常速度计算，预计需要45分钟。然而，当他按照预定路线飞行并安全着陆时，他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手表显示只过去了15分钟，而地面控制塔的时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威尔逊仔细检查了他所有的飞行仪器，包括速度表、高度表和导航设备，发现一切都正常工作，没有任何故障迹象。他的 GPS 准确显示他确实飞越了整个湖泊，覆盖了完整的预定距离，但用时远少于任何物理定律所能解释的范围。更令人困惑的是，威尔逊清楚地记得整个飞行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看到下面平静的湖水、远处的海岸线，以及途中经过的几个小岛。他的记忆完整而清晰，绝不是在恍惚状态下完成的飞行。这种经历让威尔逊深深困扰。作为一个相信科学和逻辑的人，他开始怀疑密歇根湖是否存在某种能够影响时间流逝或者空间距离的神秘力量。除了这些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外，密歇根湖还因其大量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而在 UFO 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从1960年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可靠目击者报告在湖上空看到奇怪的光点和不明物体。这些目击事件通常发生在夜晚的宁静时刻，目击者描述看到明亮的光球在湖面上空快速移动，做出人类现有飞行器完全无法完成的急转弯、突然停止、垂直上升等动作。最著名也最有说服力的 UFO 目击事件发生在1994年3月8日晚上。这起事件因为有大量的独立目击者和雷达记录而显得特别可信。那天晚上，密歇根州和周边地区的数百人同时报告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事件的规模和一致性让调查人员感到震惊。事件开始于晚上9点左右，当时国家气象局的雷达操作员杰克·布什曼在他的雷达屏幕上发现了完全异常的信号。杰克当时正在密歇根州马斯基根的国家气象局工作，负责监控该地区的天气状况和空中交通。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雷达操作员，有着10多年的专业经验，对各种正常和异常的雷达信号都非常熟悉。那天晚上的天气状况相当平静，没有任何风暴、降雨或其他异常天气现象的迹象，能见度良好，是一个典型的平静夜晚。然而，就在晚上9点刚过，杰克注意到他的雷达屏幕上开始出现一些完全不同寻常的回波信号，这些信号的特征与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起初，杰克以为这可能是某种技术故障，也许是雷达设备本身出现了问题，或者是鸟群迁徙造成的自然干扰现象。但随着他继续仔细观察和分析，他逐渐意识到这些信号的行为模式完全不符合任何已知的自然现象或人工飞行器的特征。这些神秘物体似乎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快速度移动，并且能够在几秒钟内做出急剧的方向改变。这对任何传统飞行器来说都是物理上不可能实现的。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物体在雷达上显示出的飞行模式完全违背了已知的空气动力学原理。它们能够瞬间停止，然后立即以相反方向高速飞行，没有任何减速或加速的过程。杰克作为一名专业的雷达操作员，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先进的军用战斗机也无法做出如此剧烈的机动动作而不解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异常现象发生在湖的最北端区域。当时虽然是3月份，但湖面还没有完全结冰，水面状况相对平静。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杰克一直紧紧盯着雷达屏幕，不敢错过任何细节。他震惊地声称，看到几十个这样的神秘物体从各个不同方向朝着湖上的同一地点汇聚移动，仿佛是在进行某种有组织的集会或活动。而且这些物体展现出了更加令人震惊的能力，它们似乎能够在几秒钟内上下移动数千英尺的高度距离，从接近水面的低空瞬间升至数千英尺的高空，然后又能立即下降到原来的位置。这种垂直移动的速度和幅度远远超出了任何已知飞行器的性能范围。杰克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这些现象，直到凌晨时分，一个接一个，所有神秘物体都逐渐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时间大约是凌晨2点。当下一名技术人员来气象站接替杰克的班次时，杰克兴奋而又有些紧张地告诉他自己刚刚目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切。他详细描述了这些物体的异常行为、它们的移动模式，以及整个事件的持续时间。
但这位接班的技术人员对此似乎并不太感兴趣，甚至表现出一些怀疑的态度，认为杰克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工作而产生了某种幻觉或误判。第二天早上，当地的马斯基根纪事报编辑部从早上8点就开始不断接到读者的电话，人们纷纷激动地报告前一晚在密歇根湖上空看到的奇异景象。这些电话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包括普通市民、渔民，甚至一些专业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名当时正在湖上空执行飞行任务的商业飞行员的证词。这2名飞行员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有着多年的飞行经验和良好的职业声誉。他们声称在飞行过程中清楚地看到天空中有异常明亮的灯光，这些光源的亮度远超过正常的航空灯或地面灯光。通过仔细观察，他们意识到这些神秘的光来自一个以极快速度在空中飞行的巨大圆柱形物体，这个物体的尺寸和形状都与他们见过的任何飞行器不同。不过，由于商业航空界普遍对于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存在职业偏见和担心影响职业生涯的顾虑，这2名飞行员强烈要求媒体不要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和所属航空公司。他们担心，如果身份曝光，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前景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面临来自航空公司和监管部门的质疑。当地记者迈克尔·沃尔什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后，立即联系了911调度中心，希望能够获得前一晚接到的所有相关报警电话的记录副本。通过与调度员的协商和正式申请程序，他成功拿到了那个夜晚的完整通话记录。当他仔细聆听这些录音时，内心受到了巨大震撼。这些报警电话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一些报告人听起来被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完全吓坏了，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和困惑。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极度的惊叹和兴奋，显然被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深深震撼。在这些电话中，一些人明确将其描述为不明飞行物或 UFO， 而另一些人则坦率承认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只能用前所未见、无法解释等词汇来形容。更令迈克尔·沃尔什感到震惊的是，雷达操作员杰克与气象站之间的整个对话过程也被完整记录了下来。他此刻正在聆听警方调度中心与气象站之间这段极其不寻常和令人费解的交流对话。通话内容的专业性和详细程度让他意识到，这绝不是几个普通人在胡乱报告看到了什么奇怪东西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真实事件。于是，当地报纸立刻以头版新闻的形式报道了这起令人震惊的事件，详细描述了目击者的证词和雷达记录的异常现象。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并且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杰克在国家气象局的上级领导耳中。这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自己的机构和员工被卷入这种充满争议的 UFO 事件，显然感到极度不满和担忧，他们担心这会损害气象局的专业形象和公信力。杰克很快被上级叫去谈话，被严厉告知不要再对外谈论这起事件的任何细节，也不要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或调查人员的询问。气象站的官方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对杰克当晚的雷达观测报告进行质疑和否定，声称可能存在某种尚未确定的自然解释来说明这些异常现象。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当被问及具体是什么自然现象时，他们却说不出任何具体的科学解释。与此同时，杰克在工作场所遭到了同事们的广泛嘲笑和恶意取笑。他们在气象站的办公室里挂满了用纸盘子制作的简陋飞碟模型，并且经常开一些关于外星人和 UFO 的恶劣玩笑。这种职场霸凌让杰克感到深深的羞辱和孤立。他原本以为同事们会理解他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察和判断，但现实却令他失望。在这起 UFO 目击事件被媒体报道后，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不明飞行物调查人员、研究学者和媒体记者纷纷涌入该地区，希望能够深入调查这起事件并获得第一手资料。然而，杰克的上级严格禁止任何外部人员与他进行接触或交流，所有的采访申请都被断然拒绝。这种做法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政府部门试图掩盖真相的怀疑。作为一名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专业气象学家，杰克开始担心这起事件会对他的职业声誉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在科学界，与 UFO 现象扯上关系往往被视为不够严谨或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这可能会影响他在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地位。
他的一位直接上司甚至私下建议他最好考虑离开密歇根州，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始职业生涯，以避免这起事件继续对他产生负面影响。面对巨大的职业压力和个人困扰，杰克最终决定接受上司的建议，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密歇根气象站。经过一段时间的求职努力，他最终在亚特兰大的国家气象服务部门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并在那里继续他的气象学职业生涯，直到2016年正式退休。虽然他在新的工作环境中重新建立了职业声誉，但这起事件始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起 UFO 目击事件深深震撼了杰克的内心世界，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作为一个原本相信科学能够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理性主义者，这次经历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未知现象和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事物。多年来，他一直在内心深处思考着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试图找到合理的解释。2021年，已经退休多年的杰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美国军方主动泄露并公开承认了几起备受瞩目的不明飞行物事件，以及政府开始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 UFO 现象之后，他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那个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夜晚，于是决定回到密歇根州，亲自寻找并与尽可能多的当年目睹了那起事件的人进行交谈。在他的调查过程中，杰克惊喜地发现，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当年的目击者们对于1994年3月8日夜晚发生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细节清晰。他们中的很多人提到的不明物体移动情况、飞行模式和行为特征与杰克当年在雷达屏幕上观察到的现象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让他感到既安慰又困惑。几乎所有的目击者都特别强调了那些神秘物体移动的惊人速度和违背物理定律的机动能力。在与众多目击者的交谈中，杰克还听到了一个特别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一对年轻夫妇当时正在距离雅各布地区不远的湖边进行野外露营，那里恰好位于报告中不明飞行物集中出现和活动的区域附近。他们的亲身经历与传说中的湖水沸腾现象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和呼应关系。据这对夫妇回忆，当时他们在湖边搭建了帐篷，准备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然而，在深夜时分，妻子突然被一阵奇怪的湍急水流声从睡梦中吵醒。这种声音与平时听到的湖水拍岸声完全不同，更像是瀑布或急流的巨大轰鸣声。他感到困惑和不安，于是走出帐篷，想要查看声音的来源。当他走到湖边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距离岸边相当远的湖面上方，天空中似乎悬停着一道巨大而明亮的光束，这道光的亮度足以照亮周围大片的水面区域。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那道神秘光束的正下方，湖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直径约20英尺的巨大水柱，但这个水柱的流向完全违背了地心引力定律。水不是按照正常情况向下流动，而是逆向向上，朝着空中那道光的方向流动，形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道瀑布景象。湖水以极快的速度向上冲击，仿佛被某种巨大的吸力或未知力场牵引着离开湖面，直接流向空中的光源。这种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让这对夫妇感到极度的恐惧和震撼，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目睹某种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神秘现象。面对这种令人恐惧的超自然景象，这对夫妇没有停留下来继续观察，而是立即感到巨大的恐慌，匆忙收拾行李并驾车逃离了现场。他们后来回忆说，那种恐惧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仿佛本能地告诉他们这种现象可能对人类有害，不应该继续停留在那里。总而言之，1994年3月8日夜晚发生在密歇根湖上空的这起事件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报道最广泛、目击者最多的群体性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之一。据统计，超过300名来自不同背景的目击者主动站出来向当局和媒体报告了他们的亲眼所见。这些目击者分布在密歇根州42个不同的县，覆盖范围极其广泛。这种大规模的一致性报告让 UFO 研究人员和调查专家感到震惊。这个数据让调查人员不禁深思，如果有300人愿意冒着被嘲笑和质疑的风险主动站出来报告此事，那么还有多少人实际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却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保持沉默，没有联系警方或媒体呢？根据心理学研究，通常只有一小部分目击者会主动报告他们的超常经历，
大多数人出于害怕被讥笑或不信任的考虑，会选择保持沉默。但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密歇根湖这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各种超自然现象呢？一个最简单也最符合常理的解释是，如此巨大的一片水域和周边广阔的地理区域，难免会有一些奇闻异事与之相关联。也许这一切所谓的神秘现象都只是巧合的产物，没有任何深层的超自然原因。但也有研究人员指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新发现，这个发现或许意味着密歇根湖的各种神秘现象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另有更深层的隐情和原因。这个发现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这片水域的认知和理解。2007年，著名的水下考古学家马克·霍利博士及其专业团队在进行湖底地质调查时，在密歇根湖底发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人工岩石结构。经过详细的分析和年代测定，这些岩石似乎是在大约9000年前被古代人类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放置在那个特定位置的。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古老的历史，更在于它暗示着这片水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或用途。令现代研究人员感到惊讶和困惑的是，尽管这个发现在考古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讨论，尽管有很多理论和猜测被提出，但对这些神秘石头结构的深入科学研究却出人意料地少。学术界似乎对进一步探索这些古代遗迹缺乏足够的兴趣或资金支持，这种现象本身就很令人费解。更有趣的是，这些湖底的石头结构与英国著名的巨石阵的巨大砾石完全不同。密歇根湖底的发现并不是由巨大的单体岩石组成，而是由一系列相对较小但排列极其规整的石头构成。这些石头沿着湖床以令人惊讶的精确度排列成一条长达1英里的直线，显示出明显的人工设计和规划痕迹。这种发现在全球考古学界并非独立。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古代石头遗址，包括巨石阵、复活节岛的摩艾石像、秘鲁的马丘比丘等，都被当地居民和游客频繁报道为各种奇异现象和超自然事件的高发地。这些地点似乎具有某种吸引或产生异常现象的特殊属性，科学家们至今无法完全解释其中的原因。当你意识到这些湖底石头结构位于大特拉福斯湾，也就是100多年前首次有湖水沸腾现象报道的确切地点时，这种巧合就变得极其令人惊讶和深思。这是否意味着古代人类已经察觉到了这个地点的某种特殊属性？他们是否为了某种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目的而特意在此设置了这些石头标记？更令人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古代石头会被精心放置在密歇根湖的那个特定位置？这个地点究竟有什么我们现代人尚未发现或理解的特殊意义呢？是否存在某种地质、磁场或其他自然力量，使得这个区域成为了各种异常现象的聚集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揭晓，但它们无疑为密歇根湖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和探索价值。也许正是这种未知和神秘，让这片看似平静的水域成为了无数超自然现象和奇异事件的温床，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探险家和好奇的观察者们前来探索。从历史记录来看，这片水域似乎一直在向人类展示着超越常规理解的神秘力量。在探讨这些现象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密歇根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水体，它更像是一个汇聚了无数神秘事件的巨大谜团。每一个失踪的船只，每一次幽灵船的出现，每一起 UFO 目击事件，都为这个谜团增添了新的线索和疑问。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它们只是偶然发生在同一个地点的独立现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尝试用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湖水沸腾可能与地下地质活动有关，时间扭曲可能与特殊的磁场或大气条件有关，而 UFO 目击事件可能与军事试验或天然光学现象有关。然而，即使是最严谨的科学分析，也无法完全解释所有观察到的细节和特征。这就让我们面临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当科学无法提供满意的解释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是否存在一些超越当前科学理解范围的自然法则在起作用？还是说，这些现象本身就是我们对复杂自然世界理解不足的体现？无论答案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密歇根湖将继续是研究者、冒险家和好奇心重的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年都有新的目击报告出现，每年都有新的理论被提出，每年都有新的证据被发现。这种持续不断的活动本身就证明了这片水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神秘现象提醒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自然界的所有秘密。但密歇根湖的各种神秘现象告诉我们，世界仍然充满了未知，仍然有许多等待我们去探索和理解的奥秘。